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自诩为第三罗马的沙皇旧势力，都对其虎视眈眈。终于经过几年奋战，新生的苏维埃剿灭了旧势力，统一了全国。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领导，离不开广大苏俄工农民众的齐心协力。除此之外，曾经的死对头土耳其的无私援助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苏俄和土耳其，或者说列宁与凯末尔联手打败了第三罗马。1914年7月，一战爆发。彼时，奥斯曼帝国的军政大权主要掌握在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三巨头手里，三人无不是穷兵黩武之徒。尤其是为首的恩维尔，更是希望借助德国的势力来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因此，奥斯曼帝国不顾全国民众的反对和不堪战争重负的事实，毅然选择了加入同盟国阵营当中。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帝国走上惨败命运。作为一战战败国，战中的失利给奥斯曼土耳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不仅如此，土耳其还遭到了战胜国的无情盘剥，战败赔偿代价沉重。土耳其在欧洲地区的领土全被剥夺，只保留了伊斯坦布尔。军事方面，战胜国要求土耳其海峡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应该向任何船只开放。同时，美英法等国组成海峡管理委员会，负责土耳其海峡一切事务。这意味着土耳其丧失了几乎全部领海主权，甚至于土耳其的军队规模和数量也遭到严重限制，长期处于战胜国的监视中。一众西方资本主义战胜国俨然要将土耳其彻底瓜分的姿态。面对这种情况，土耳其国内民众纷纷拿起手中武器，开始了对外敌的抵抗。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凯末尔就是其中一员。年轻时期，凯末尔曾参加过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他曾在巴尔干战争中屡立战功，一战时期还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抵挡了英国军队的入侵，保卫了伊斯坦布尔的安全，自此名声大振。1919年6月下旬，凯末尔宣布建立起全国性抵抗组织，并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临时政府。这份宣言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所发出的第一份宣言，在国民抵抗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920年4月23号，来自全国各地和从伊斯坦布尔逃离的原奥斯曼帝国代表参加了临时政府国民议会，会议选举凯末尔为议会主席。从此，凯末尔作为土耳其领导人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彼时的土耳其境内仍然存在着苏丹政权，凯末尔政府不被世界承认。令凯末万万没想到的是，关键时刻，作为土耳其世仇的苏俄首先向其表达了善意。纵观近几百年的俄土关系，两国的交情一直算不上好，甚至称得上是生死仇敌。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曾经占领了俄国的南部高加索地区。彼得一世上台后，沙俄又开始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由此掀起了两国长达300多年的战争史。从1696年到1711年，俄国花了15年时间占领了亚速海。叶卡捷琳娜即位后，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进攻更加猛烈。1768年至1774年，俄奥战争后，双方签订了凯纳尔基条约。奥斯曼土耳其被迫将克里米亚半岛、黑海北部海岸割让给俄国。俄国的商业船只可以在这些海峡地区自由的航行，俄国可以在君士坦丁堡修建教堂，俄国有保护奥斯曼国内基督教徒利益的权利。自此，俄国彻底占据两国关系主动权。到19世纪时期，虚弱的奥斯曼帝国更是难以抵抗沙俄的入侵。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垂涎3尺，使得奥斯曼在同俄国的战争中频频失利。尼古拉一世就曾把奥斯曼帝国比作欧洲的病夫，并建议英国和俄国一道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剩下的领土。1833年，双方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中确定了俄国在土耳其海峡享有的特权。协议还达成了一项秘密内容：如果土耳其海峡周围发生战事，土耳其将禁止除俄国外的其他国家军舰通过，并且土耳其将与俄国结盟。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沙俄同奥斯曼帝国总共进行了13次战争。俄国通过这些战争获得了奥斯曼帝国几乎全部的欧洲领土，因此两国关系一直势同水火。可进入20世纪初期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风云突变，俄土两国竟迎来化干戈为玉帛的契机。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10月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担心本国工人阶级效仿俄国，所以在巴黎和会上共同商讨扼杀俄国的计划，这样使得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就要求苏俄不得不积极寻找自己的同盟。另一方面，10月革命的胜利也改变了苏俄以往的外交政策，包括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在内的近东地区成为苏俄外交领域的重点。1917年12月5号，
苏俄发表了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信徒的劳动人民书，宣言中说，君士坦丁堡应该归穆斯林人所有，废除一战期间英法俄等国签订的所有关于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密约。在面向苏俄内外的讲话中，列宁不止一次提及要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当这些消息传到土耳其国内后，土耳其的百姓、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都对苏俄发表的这些宣言表示热烈的欢迎。许多人都希望早日恢复与沙俄的正常关系，包括凯末尔。在双方的努力下，列宁与凯末尔纷纷放下历史仇怨，带领两国建立起全面的双边外交关系。而在双方的联手之下，自诩第三罗马的俄罗斯帝国政权也彻底迎来末日。所谓的第三罗马，指的就是历史上第三个自称罗马帝国的国家——俄罗斯帝国。第一罗马指的是公元前27至公元476年的罗马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罗马的名头被西罗马继承，而东罗马则是有了第二罗马之称。再到第三罗马，国际社会则有了不同的说法。法兰西帝国、沙俄乃至现在的美国都曾被冠以第三罗马的名头，原因是罗马的名号在西方世界代表着正统，每个自诩第三罗马的国家都希望凸显自身的纯正血统。尤其是相较欧洲中部位置偏远的俄国，早年一度被西方称作野蛮之地。于是俄罗斯帝国强大后，俄国人也开始将第三罗马的名头安到自己头上。不过称号上的无上光荣并不能掩饰政权背后的黑暗。1917年11月7号，十月革命打响，在列宁的带领下，旧时代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苏维埃政权诞生。然而不死心的资产阶级政府迅速联合国内封建残余地主势力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发起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攻。这一时期，新生苏维埃迎来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战争爆发前，俄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当时苏俄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超越了俄国当时经济发展情况，这使得俄国的农业更加危机四伏。1921年夏天，一场可怕的大旱灾蔓延到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山区，随后又蔓延到顿河流域、乌克兰地区和克里米亚。据后来的资料显示，这场大饥荒的受灾人数超过3000万人，大约有1000万人因此丧命。更为可怕的是，苏俄大饥荒的重灾区是苏俄最重要的产粮区。1921年7月，著名作家高尔基在苏维埃领导的授权下，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希望世界各国对苏俄饥荒地区的受灾者赠以食物和医药的援助。起初，苏俄并未对外界的援助抱以太大希望，但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愿意向苏俄伸出援助之手的，竟是曾经的死敌土耳其。彼时，土耳其正面临抵抗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关键时期，但考虑到要联合苏俄对抗西方国家，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还是对苏俄进行了适度的援助。1921年9月，凯末尔通知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阿里富阿德，表示安卡拉政府决定拨出储存在安纳托利亚一些地区的40%的谷物来援助苏俄。几天后，安卡拉政府外交部长约瑟夫通知苏维埃驻安卡拉全权大使，政府除了先前援助的谷物外，还决定再送苏俄800吨谷物和豆子。关键时刻，土耳其雪中送炭送来的这批粮食，大大缓解了苏俄的粮食压力。因此，苏俄最后能够彻底剿灭第三罗马残留实力，建立起苏联，背后离不开凯末尔和土耳其人民的一份助力。而通过对苏俄饥荒的援助，两国政府间的互信迅速加深，为日后苏土友好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纵观俄土两国间数百年的恩恩怨怨，战争和矛盾毫无疑问是主旋律，但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双方毅然放下了仇恨与成见，成为携手抗敌的盟友。对于苏俄来说，与土耳其建立友好关系，可以确保苏联不被西方孤立，同时减少外敌，确保外部环境的安全。对于土耳其而言，有苏俄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自身的革命也将更有底气，二者的联手似乎成了一种必然。而第三罗马的陨落更是早已注定。